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工程师不写扣。我们现在在冲绳玉泉洞。玩得开心。谢谢。我想想，上次来玉泉洞应该已经是5年前了，在疫情之前，再次来还是被它的壮丽所震撼啊！这个画面超像电影里面的地底探险。玉泉洞花了至少30万年形成，是日本第2大的钟乳石洞。全长好像是有5公里，然后可以参观的部分将近1公里。走到一半真的会怀疑人生耶，前后都没有人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来自深渊的恐惧。前面都没有人耶，而且洞穴里面其实没有想象中的凉爽，有一点闷。这居然有个电风扇耶，怎么接电下来的？好凉好爽！你看这边，好多人在乘凉哦。洞穴中有些地方会突然变得非常的宽阔，是说灯光设计好像也跟印象中不同了。除了最经典的青之泉，许多伏流、洞窟都打上了不同颜色的灯光。不管看了几次，还是觉得这里是梦里面的场景吧。两边浮流的灯光还设计了渐层，我知道了，这就很像是在魔法世界里或者是地下城游戏里面才会有的场景。下一刻有什么怪物还是宝藏出现在眼前，我也不意外了。终于快要走出玉泉洞了，我们这样全程走了40分钟，快要1公里的路程真的很长，而且中途想放弃的话，可是没有其他出口的哦。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果园，虽然我也觉得这果园可能在台湾也看得到。杨桃树，这里是可以体验吹玻璃的工作坊。玉泉洞上方就是琉球王国文化村，它的票是一起的，有很多手作体验还有表演。但手作体验其实跟台湾蛮类似的，这个是以前古琉球的民居。看牌子上写，好像真的是某某人家。时间对的话，还有琉球3线的表演哦，看起来很海岛风的感觉。中间还会经过酿酒的工厂，有蛇酒诶，他们看起来死不瞑目啊。蛇酒里面的蛇那个牙齿看起来好惊悚啊。在特定时间还有海獭表演跟传统舞蹈的表演哦。我们发现离开园区之前有一个爬虫馆，上次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，应该是新的吗？在明亮的环境看到蝙蝠，好像就变得平易近人了。其实毛茸茸的，有点可爱耶。除了爬虫类，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陆龟哦，我感觉我骑上去也没问题耶。一龟传3代，人走龟还在。还有青蛙以及蜥蜴，距离都超近，很适合亲子来耶。长辈跟小孩都表示看得很开心。哎呦，一抬头吓一跳，头上都是蛇哎！如果你有勇气的话，直接手伸出去就可以摸到它了。我是不敢啦，真的在非常非常非常近的地方哎。虽然都是比较没有攻击性的蛇，但是真的要鼓起勇气才敢跟它们互动。这里的展示方式真的是太有趣了。我没有想到蝙蝠还可以这样进行互动诶，它从玻璃箱爬出来的那一刻，我直接看傻了。这样随意进出是合理的吗？工作人员很热情的展示可爱的蝙蝠给我们看哦。从玉泉洞到赖长岛不远，来这里看海吃饭，我首推这间料理有冲绳风格的意式景观餐厅。当初在安排婚礼晚宴会场的时候，有考虑过它，但是它包场的人数门槛太高了，只能放弃了。餐厅是3面环海的，还可以看到飞机起降哦。天气凉爽的话，室外的位置应该更赞。餐点预算可能人均要抓到500元，但真心推荐，很好吃啊。
这是免费的前菜，海苔粉调味的面团，以及有海葡萄的沙拉。可以，这个很冲绳。传说中火山形状的意大利面，分量真的好可爱哦。南瓜火腿口味以及4种 cheese 口味的披萨，南瓜酱跟坚果组合，意外的非常适合披萨。饼皮是内 Q 外脆，超级好吃。怕吃不饱的人，我推荐可以多点一些披萨。这个是很清爽的清炒蛤蜊意大利面，面体整体是咸香 Q 弹，然后蛤蜊超级大颗，哇，超大颗。这是由四种什么口味 cheese 啊？这是由4种口味搭配而成的 cheese 披萨，香香甜甜的，更口渴。其实坐在位置上也看得到飞机起降，但来这里看更清楚。从古宇利大桥往两侧看，有一种在水上飞的感觉。渐层的翡翠蓝海水让人舍不得眨眼，超级推荐这间斐济料理，人潮适中又很好停车，不会排队太久。南太平洋料理加上冲绳海景，这是无敌的吧？如果已经试过了网红虾虾饭，这边也有不同版本的虾虾饭哦，还有斐济咖喱也很赞，吃起来的口味既熟悉又陌生。老板是斐济人，很热情的主动帮我们拍照，还强烈推荐我们吃饱饭要去顶楼拍一下无敌海景哦。顶楼真的很漂亮，除了夏天比较晒一点就是了。好舒服哦。吃饱饭再开个5分钟车就到古宇利海洋塔咯。最有趣的是要搭这个无人自动车上山，搭车的钱也包含在票价里面了。两边的植物很有热带海岛风情诶。我们这样搭着车慢慢的上山，这才是最适合夏天游玩的行程啊，完全不会晒到太阳。听着导览介绍，看着海景，超棒。是说这个导览有需要日本人来录吗？可以请有中文母语的人来吗？泰式咖喱饭，还可以使用任何日本。进塔以后，第一层是贝壳博物馆，还有个珍珠的纪念品店。贝壳博物馆收藏了1万件来自世界各国的贝壳，展示空间设计得非常的明亮还有漂亮，而且有很多很有趣的展示方法，很大耶。这个精致程度真的不是陶瓷吗？日本人不要骗我嘿！这个贝壳的颜色还有光泽跟造型也太有趣了。这一区可以找到很多爱心贝壳，超完美的。2楼跟3楼就是有小造景的室内展望台，超大面窗，这样看出去已经很美了。没想到顶楼更厉害，四面环海，一览无遗啊！还可以去敲象征古宇利岛的爱情钟，哦，吓死，超大声！离开海洋塔还是有电动车会送你下去哦，超赞！这个门票钱花的超级划算，比那个什么福什么塔的好多了。我们来到了今天的早餐，要来博港鱼市场吃啦。相对于密满还有木质公社市场，博港鱼市场真的是在港口旁边耶。看这个停车数量，人潮比我想象中的多很多啊。其实博港鱼市场好像要开车才比较容易到达。进去以后有冷气，摊位数量不算很多，慢慢逛的话，应该20分钟可以绕完一圈吧。大部分摊位卖的都是处理好的海鲜生食，我觉得整体价格真的有比另外2个市场便宜耶，很便宜耶。这里的生鱼片也有类似密满鱼市场的熟食区。
这个摊位就是可以内用了。但是熟食的摊位比较少，代客料理的摊位也不多。我们选择这一间来吃代客料理。一样点了龙虾跟夜光贝来比较一下，但预算考量，这一次就是没有吃生食的龙虾了。吃起来还是很新鲜很划算，但我更喜欢木质市场的料理方式。博港鱼市场逛起来还是很干净很舒服，跟我印象中的日式鱼市场一样，不会潮湿也没有什么腥味。不确定是不是10点多来已经太晚了，有些摊位都没开了，用餐区蛮少的，可能要立食或是车上吃。这间店有手绘的招牌加上老师傅，就是有一种浓浓的日本职人感啊。它的鲔鱼生鱼片超级好吃哦，吃起来真的有一种海中牛排的感觉，非常推荐来吃哦。我们在冲绳办了一场超梦幻的海岛婚礼，与许多真爱的家人朋友们一起度过，感觉影片还有照片要花很多的时间才可以整理完。如果我们有时间剪出来的话，或许会在之后的影片中介绍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